经过了台南很有名的酒吧 TCRC 本日客满，如果没有定位的话，根本没办法进去。台南的酒吧超难订的。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基本上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马位置呢是在。Hello， 我是头马，你现在收看的是头马拿马后手。今天非常的兴奋，因为头马现在人是在台南，大家都知道台南的老宅酒吧非常的有名。想知道头马介绍了哪些老宅酒吧吗？在影片开的这些，别忘了先订阅我频道，来去看第一家喽 ，Let's go， 喝起来！非常有名好酒吧 TCRC 这一间呢是它的第2间店，叫做八后，据说是老阳宅诊所所改编的。那我们看看这一边的调酒是有多厉害。我自己点的这一支呢叫做生茉莉，基底呢是以 whisky 为主。那除了只是味道之外，一点点的檜木香在里面。这整杯喝起来呢是还蛮清爽的，这杯我还觉得还蛮喜欢，不过它酒感的确是蛮重的。接下来的第2杯，这杯也是以 whisky 为基准，然后是采用了泥煤的 whisky， 上面呢有看到咖啡豆，这个喝起来尾巴那个巧克力的味道，配上一点点的咖啡香气。这杯的酒感也是蛮重的，如果你比较喜欢口味重一点的，就可以点这一杯。这杯叫做瓜地马拉，我觉得点错。接下来的这一支酒，绿色的，大家喝看。这酒好清爽，整个呢是由琴酒当做基底，有一些水果的味道在里面。这一杯叫热带超市。最后呢，我们还是点了一杯最喜欢的潘尼西林来喝看。潘尼西林果然好喝，材料蛮复杂，加上泥煤的 whisky， 个人是非常喜欢。比较有名的是这个甜点 whisky 的葡萄卷雪冻，我们吃看。建议是等5分钟之后再吃，因为这里面整个都是结冻的泥煤 whisky 跟奶油结合在一起的，所以非常的香。前面的这一个呢是巧克力，还蛮有趣的。在酒吧里除了喝调酒之外，还可以吃甜点，所以是很特别。我发现八后杯子还蛮薄的，它大瓶它非常的清透。这些八后也是非常的难订，通常呢都要在2个礼拜前先在网络上预约好，确定的时候你在9点半之前呢，低消是700块含餐。如果9点半之后只能抵调酒。厕所呢是在整个老宅的外面，在仿佛呢来到民国70年代，当然这些复古的灯饰啊，红色的窗帘，石质地的非常多的木头元素。如果你来台南，你们喝很厉害的调酒的话，可以选择八后，推荐给大家喽。在八后喝完了，现在镜头整个雾雾的，因为里面冷气很强。台南外面天气很热。八后呢，这是在中山路跟民生绿园的这一块空地的小巷子里面，这附近都是住宅区。这个服务员蛮亲切的，最后呢还会问你说需不需要叫车。我们一起来去看下一家。赤坎楼对于台南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古迹之一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的第2间酒吧呢，就位于赤坎楼的附近。我后面的这一间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赤坎中药行，门面也是非常的特别。我们被分配到的位置呢是在2楼的地方，1楼基本上呢都是吧台为主，这里是以琴酒当做基底的调酒。说到琴酒站，大家一定会想要军通灵。这边的军通灵呢总共分为地、水、火、风4种不同的元素。我这次点风的军通灵。有很香的迷迭香，喝下去之后呢，有小黄瓜的味道。我觉得它应该是 Hendrick 的清酒去调制。很棒，就是要喝军通灵的清爽感。这一杯呢叫做神木。首先拿来的时候有烟熏当做开场，里面呢是紫苏梅能喝感。用植物学家的清酒当做基底，加上四季春茶，这也是很出饭口的。接下来我们点的这一杯也是很特别，叫做谁说我们没有谱？他们有个8折的泡泡呢，是他们特制的海盐奶盖，来喝喝看。
软鲜鲜的，里面呢有一点点美酒，加上海盐，就蛮大的，咸咸甜甜的。茶呢是普洱茶，还蛮特别，很有趣。说到琴酒，一定要点的奶浓，它有一个特别的加热短藿香，我来喝看。闻起来有点香香，然后甜甜。喝完口气凉凉，这样吃完口香糖的感觉，也有回甘的苦，其实是好喝的。喝酒越喝越好。我们现在是坐在2楼，如果呢没有任何服务的话呢，可以按这个铃。可是这个铃呢，它是塑胶的，按下去呢，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按成功，所以我也觉得很纳闷。就每个人的低消是500块，用餐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。虽然这一次呢，我们并没有安排在1楼的吧台，刚刚我有下去看，除了吧台之外，旁边呢还有一些小小的座位。2楼的部分呢，就是有2桌，然后坐在木头的高台上，不然太习惯坐在这上面。最后呢，我还是蛮喜欢改编版的那个 Noni， 推荐给大家。我们接着要去下一家吃，拜拜。哇，这边一进去，整个呢就是一个中药行的感觉，然后还可以闻到中药味，非常的特别。原来这是小小的心愿卡，很可爱。第3家 Lonely， 当初我在订的时候还要先付定金，一个人好像是700，汇款之后才能确定你的定位是成功的。一样呢是在巷子的里面，台南好多小巷子，走进来都别有洞天。当你来到 Lonely 的时候，它这边有写门外稍后，必须在外面先等待，工作人员带你进去里面入座。Lonely以日式复古造型为主，菜单还蛮有意思的，像是魔法卡牌一样，里面是一张一张分开，每一季有不同的主题。这一次的主题是4季，主打呢是有4个颜色。红色的这一杯呢叫做升天狗。上面有一些奶泡，桑葚的味道，是以迷梅的威士忌当做基底，里面有酸酸甜甜的，有柑橘的味道，回甘的感觉。如果你喜欢迷梅威士忌的话呢，可以点这一杯。这一杯呢叫做摩多利，用Mojito去改编的。上面呢一样有一层奶泡，这是以琴酒当做基底。喝下去蛮清爽，薄荷的清凉感，气泡感十足，然后还有一点茶香味。如果夏天来的话，很适合。接下来我点这一杯叫做梅月，它这上面呢有气泡，然后还有八角，喝看。你知道喝下去是什么感觉吗？喝下去八角的香气出来，白兰地当做基底，然后加上红茶，让你喝下去有点微甜，喝到尾韵的时候带了一点香蕉味，层次丰富，加一点海盐，所以就有些鲜甜甜的。我觉得这杯算是蛮好喝的一杯调酒，除了调酒之外，也有东西可以吃。我们点的这个是椒麻鸡，再吃点下酒菜来配酒。最后呢，我们还是再多点了一杯盘系的，好香哦，看那个很顺口，好喝。听说当初这个老板他自己许愿，想要一个日式的老宅，看中的这间房子，但是他跟房东签约的时候，房东本人跟他说，等一下。我必须呢要回去跟神明发会，才能确定能不能把这个房子租给你。后来过了第2天之后，房东说好，我决定可以租给你，但是呢，你必须答应我，店里通往2楼的楼梯是不能把它拆除。老板撑住了这家店，楼梯保留了下来。就是现在我们来到了Lonely，个人的低消呢是600元，就不含餐，基本上是坐2个小时，然后有日式的榻榻米的座位，吧台的座位，一些4人座，还有户外庭院，在厕所呢是在外面。这就是 Lonely 这一家店。像我们在友爱街旅馆的3楼，这个算是一个公共交易厅。其实之前呢，我有拍过友爱街旅馆的影片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起来看哦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所介绍的台南老宅酒吧，3家都各自有特色。像是八honk，基本上呢它是以台湾老宅民房，然后加上欧式装潢，放西洋音乐为主。在第2节赤坎中药行，完全就是走中式的路线，比较偏地下乐团的音乐为主。Lonely走的就是偏日式风格，
是放80年代的国语流行音乐为主，每个人的低消不一样，个人低消是没有含餐费的，基本上你的低消都只能附在酒水。容量来说的话，第一间巴后每杯酒的容量最大，而 Lonely 是最小的。台南的老宅酒吧实在是非常的受欢迎，几乎每一间呢都必须提前2个礼拜定位。如果你有计划来到台南老宅酒吧绝对是你晚上必去的好地方。好啦，以上3间酒吧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哦。我是头宝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民生路一段的157巷，我们刚才在巷内看到非常多的酒吧。台南的巷子里面真的有超多隐藏式的东西，值得你来探访。平常你在旅行的时候想要喝点调酒，最方便的呢就是去便利商店买小瓶的 whisky。因为我现在是在饭店里面，所以有免费的气泡水，所以你就气泡水加上 whisky， 最简单的 highball 推荐给大家。这一次呢，我终于可以坐在这个舒服的空间里面喝点小酒，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就这样咯 ，Cheers， 拜拜。